近日，央视罕见详细披露了国产双尾蝎大型无人机进行密集编队飞行的视频，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更被认为是中国无人机发展的里程碑。事实上，该型无人机并非首次现身，近年来多次飞越所谓第一岛链，引发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起飞跟踪拍摄。凭借超群的制空能力，双尾蝎还数次实现对台岛的环绕飞行。3、2、1，发射。近日，央视军事频道播出的《军武零距离》节目中，记者走进双尾蝎无人机的研制和生产基地，首次公开展示了该型无人机近距离编队满载弹药飞行。视频中，3架双尾蝎察打一体无人机全副武装，搭载精确制导炸弹、导弹和较小型的无人机，从机场依次起飞，接着组成直线、三角形等不同编队。经过1个多小时的飞行，都曾数度看到双尾蝎单机绕飞台岛。日方还发现该型无人机穿越宫古海峡飞入太平洋上空，但这次是该款无人机首度全副武装进行编队飞行。报道认为，对无人机操作员来说，从地面指挥控制站让双尾蝎编队飞行，要比让他们直接在空中飞行更富挑战性，因为这些无人机的速度、高度和航向都必须加以协同。而印度媒体把注意力放在了双尾蝎无人机满载弹药的能力上。印度《欧亚时报》引用军事专家的话强调称，每架双尾蝎无人机最多可携带16枚弹药，因此这3架无人机编队理论上总共可以容纳48枚不同的弹药，从而大大扩展了其火力打击能力。这表明了号称炸弹卡车的大型无人机在协同作战时究竟能发挥出多大的作用。该报道还将此次飞行称为无人机技术方面达成的重要里程碑事件。这个里程碑指的是什么？就指的是双尾蝎无人机可以长航时，可以非常远程的进行巡航。那么为什么它能够飞得这么远？一方面的话，就是这种无人机的设计比较稳定，而且它的工作呢，相对来说采用的动力系统的话，成本也相对来说比较低，也比较经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多机编组，这个本身也是比较难的。比如你像3架无人机，由3个控制员来进行控制，通过整个地面的测控站、地面的遥测系统来进行控制。那么这个控制的话，就需要这3个人呢，都需要掌握好每架无人机，让他们在空中进行编组的时候不出现任何的意外。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向深圳卫视记者介绍，此次编队飞行看点很多。首先展示了双尾蝎无人机在满载弹药的情况下具有卓越的可控性，因为装载沉重的弹药后，飞机会变得笨重，密集编队时飞机的操控能力下降会非常危险。其次，无人机执行军事任务的一个典型模式就是集群化作战。本身载弹量就很可观的双尾蝎以编队形式飞行，可以让其具有饱和攻击能力，战时可针对敌方进行面杀伤，或确保针对高价值目标进行毁伤。此外，一些高价值目标周围肯定会配有密集的防空火力，仅1架无人机携带的弹药可能会被拦截，导致任务失败。3架大型无人机实现近距离编队，表明在未来战场上可能会有更多组编队。这种3机编队的话，其实在大型无人机包括中型无人机里面其实也是比较少见。因为编队能力的话，其实对于这3架无人机的高度、航向、航速都会有比较苛刻的要求，各个方面都需要做好完整的配合，包括如何来处理好导航，如何来处理好相关的自动控制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会有比较大的这种要求。从技术的角度来讲的话，难度也比较大。3机编组的话，它们之间的间距是多少，速度是多少，高度是多少，这都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保障措施来加以防范。事实上，双尾蝎无人机近年来已多次现身台岛周边。今年4月28号，台防部门公布解放军军机绕台动态，其中1架 TB001无人机从台岛西南空域进入后，几乎绕行台湾1周。岛内媒体惊呼，这是台防部门首度公布解放军无人机环绕台湾飞行。你像我们过去无论是穿行宫古海峡还是绕行台湾，实际上都是1架，都是单打独斗。现在呢，能够形成编队，未来有可能会形成大规模的编队，这样的话也就让双尾蝎无人机在未来的用途将会越来越广泛。为什么日本航空自卫队不断的在盯控我们的双尾蝎无人机？道理很简单，就是这种无人机呢，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包括首先它的航程能够达到将近8000公里，作战半径呢是在3000公里，这个实际上是完全能够覆盖日本全境，它也可以作为制导，也可以作为其他的一些武器的挂载工具。
宋忠平指出，察打一体的长航式无人机正在现代战场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无人机之间以及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分工合作已成为趋势。双尾蝎无人机实现密集编队，表明未来作战时能在更为广阔空域中实现体系作战。参考目前有人战机相互配合实现体系作战，未来或许也会开发出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机、无人反潜机等特种型号无人机。无人机的种类非常多。未来在战场上的话，不排除就是在同一个战场有大量的不同无人机在行驶同一个作战任务，这个是存在的。这其实对无人机自身的编组，包括把人工智能技术如果我们附加上去的话，它能够对某些目标能够进行自我识别，这个很关键。另外的无人机应用领域是哪？就是要配合有人机来进行相应的匹配工作。另外有一些有人机的话，其实在它的翼下可以挂载无人机，通过无人机来延伸自己的攻击能力，甚至延伸自己的侦察能力。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央媒发布双尾蝎无人机的多机编队试飞与实弹试射验证画面，引起广泛关注。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这款新型无人机新在哪里？是的，美西。无人机的概念其实并不新鲜，但基于无人机这个基础衍生发展出来的许多平台，确实刷新了人们的认知，甚至可以说可能改变战争的形态。具体聚焦这款双尾蝎无人机，我想它具备了某种开创性、引领性，它注定会在今后大放异彩。我观察了一下，双尾蝎有6个翼下挂点，2个机腹挂点，这意味着它在使用复合挂架的情况下，它能够同时挂载。在3机编队联合出击的情况下，完全具备了某种饱和攻击的能力。实际上，双尾蝎系列在去年的中国航展上已经亮相了。人们不仅关注这个平台本身的能力，也非常关注它能够挂载哪些智能弹药。某种意义上看，一款无人机战斗力的上限是由它所携带弹药的先进性决定的。随着中国军工科技的发展，各种小尺寸、轻量化的精确制导弹药、巡飞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弹药越先进，需要无人机操作员干的事情就越少。眼尖的网友已经发现，双尾蝎能够挂载无人子机。通俗的讲，无人子机就是无人机挂着一个更小的无人机一并执行任务，这让双尾蝎扮演了某种无人母机的角色。在空中投放无人子机前往危险空域，继续执行侦察、打击、引导任务。所谓无人子机的成本更低，经得起战场损耗，甚至可以说它本身也是一种弹药。在需要的时候，它自己也能化为一发射向敌人的炮弹。你没有听错，央媒非常委婉地暗示，这些无人子机其实就是某种巡飞弹。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是，厂商在它的官方网站上大大方方地亮出了一个数据：双尾蝎 A 型的供电能力是15千瓦，这意味着双尾蝎凭借着强大的供电能力，完全能够搭载许多有人机才能使用的大功率设备，比如说先进的雷达、电子战对抗设备、中继通讯设备、频谱识别侦察设备等等。一位业界专家告诉我，与其说双尾蝎是一款无人机，不如说它是一架无人的有人机。这可不是一句简单的废话，它充分展现了这款无人机的性能是能够与有人机媲美的，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航模型无人机，这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工智能 AI 技术对无人机平台又意味着什么呢？无人机技术为何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高地呢？ AI 技术的迅猛发展确实进一步改变了军工科技，具体是如何赋能无人机平台的呢？我举一个例子，眼下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人脸识别技术，其实源于图像识别与深度学习技术。现在的 AI 技术已经能够实现对人脸这么细微变量的识别了，那么对于那些轮廓更大、特征更加明显的武器装备来说，就更简单了。一架无人机俯视战场，使用机载设备对当面战场进行一次扫描，哪些目标是房屋，哪些是坦克，哪些是士兵，哪些是防空导弹 ，AI 能够很快识别出来。这就是 AI 技术对于战场态势感知的强力赋能。无人机操作员根本不需要瞪大着眼睛去识别目标 ，AI 系统已经帮你筛选出来了。
你需要做的不过是再查证一眼，然后按下按钮赏他一发导弹就是了。无人机为何会成为大国争夺的新技术高地呢？除了无人机在最近几年的局部战争中表现优异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人力资源在战争中的宝贵程度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一言以蔽之，人命史无前例的更宝贵了。这个逻辑或许有点残酷，但人类战争史的演变大抵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俄乌冲突已经足够惨烈了吧？1年多时间以来，俄乌两军的伤亡已经达到了10几万人。但在100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光是一场持续4个半月的索姆河战役，双方就累计伤亡130万人。在一战中，为了拿下一个机枪阵地，德军或者是英军可能需要付出几十上百人伤亡的代价。现在可能只需要一架无人机轻飘飘地投下一颗迫击炮弹，就解决问题了。这就是科技赋能战争的演变。人类挖空心思地发展各种先进军备，为的是更方便快捷地杀死敌方，保存自己。无人机恰好就是这个逻辑的完美延伸。越是大国博弈、大国争雄，就越需要围绕战损比做文章。从这个意义上看，未来战争的形态一定朝着更精深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展强大的国防，能战方能止战，手握宝剑方能喝退魑魅魍魉。欢迎回来。7月2号，第11届世界和平论坛在清华大学正式开幕，各国政要、学者、驻华使节等400余人出席。新冠疫情后首次恢复线下办会，今年的论坛备受各方关注。面对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全球性问题加剧、局部冲突频发的当下，世界和平论坛上的政要学者将提出哪些中国方案？在主题为“求共识、促合作、稳秩序、护和平”的论坛上，各方观点将如何碰撞并擦出火花？来看看深圳卫视驻京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尽管开幕时间是早上的10点30分，但我注意到，在这之前半小时，现场已经是座无虚席。那这也反映了与会嘉宾对面临诸多挑战的全球安全秩序以及冲突加剧的大国间竞争，希望通过对话来探寻解决之道，并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韩正副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就开宗明义表示，就当前的国际安全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和研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面对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致辞中提出中方的4点建议：坚持独立自主、相互尊重，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冲突，坚定维护践行多边主义，以及推动包容普惠、互利共赢。韩正强调，中国愿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致力于发展的国家携手同进、合作共赢，走出一条迈向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康庄大道，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事实一再证明，沟通对话是实现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条件。如果冲突对立的双方不能坐到一张桌子前来对话，和平解决就难以实现。无论问题多复杂，挑战多尖锐，国际社会，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大国，都应当旗帜鲜明地根据当事国的需要和愿望，劝和促谈，斡旋调停，支持有关各方与对话建互信，与对话解争纷，与对话促安全。巴西前总统、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夫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着严重的气候危机、不平等加剧、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等诸多风险，各国更应加强合作，达成共识。对于近期西方国家刮起的脱钩去风险之风，罗塞夫指出，这些概念不仅削弱了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关系，更被作为政治武器，阻止国际舞台新参与者的崛起。试图在国家之间再次竖起难以逾越的障碍，无异于重返铁幕，是不合时宜的。当今最严重的威胁之一是新形式的保护主义。那么，比如说遏制这个新国家的发展，针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就是如此。无论是单方面提高关税的政策，这一让这个世贸组织蒙羞的举措，还是最近这个
芯片和科学法案，2022年8月颁布的，造成了全球半导体生产链的阻断。那么迄今为止，全球化中存在的这种裂痕，需要寻求全球治理的改革，以打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在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的和平之道为解决国际社会的和平之困提供了有效方案。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致力于劝和促谈，在中东和解的进程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刘建超强调，在逆全球化盛行的当下，各国更应坚定不移维护多边主义。In this era, we are in no short supply of the domineering powers busy exporting violence and ganging up to contain and suppress others. What is lacking is the inclusiveness that enables us to understand, to accommodate and appreciate each other. And the spirit of foster open and honest communication, calm reflection, the search for fundamental cause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way forward, like what we are doing here today. 深圳卫视注意到，反对脱钩断链和西方国家近来频频提及的去风险，成为今年论坛上的普遍共识。与会嘉宾纷纷警告，此举只会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Right now, we are all looking at how the world can be more interdependent, and the whol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s very important. And i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whole world acts together. And I think whatever you call it, de-risking, if de-risking is pushed too far, there might be som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China is very important player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value chains. Important thing would be to find a way of working together and not take steps that will cause economic slowdown.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竞争是否会演变为冲突，也成为与会各方关切的焦点。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激烈竞争极有可能变为冲突对抗，但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搁置争议，通过对话达成共识，从而化解压力。Because mutual trust is at such a low level, an incident could quickly escalate into a crisis. And a crisis could potentially escalate into conflict, even though neither of our presidents, neither of our governments want that. So we need to urgently find ways to reverse the mistrust between our countries. 我们注意到，和平论坛为各国搭建了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在论坛提问环节，中美关系、经济贸易、一带一路等关键词成为普遍被关注的话题。现场不少驻华大使都肯定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积极作用。Well, this forum, I believe, is extremely timely and serves to demystify a number of questions. China is already making such a huge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particularly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beaut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that it builds bridges. So distance, physical distance is no longer a factor. And I believe that China has done an excellent job in being a good partner and a friend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中方所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也受到出席论坛的各国政要驻华使节的欢迎。We from Cuba fully support all main initiatives developed by China to improve and to develop a better world order with more peace, with more stability that could influence development. And this is an excellent venue for that. China is an important player in the world today.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7月1号在英国智库发表演讲时，就对华关系作出表态。他以安全高官就涉华经济议题的发声尤其值得关注。伯恩斯称，考虑到美中经济相互依赖，对美国来说与中国脱钩是愚蠢的。但他又延续美方近期说辞，鼓噪去风险，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美西方近来频繁把此前执行不下去的脱钩包装成去风险，中方已多次表示，去风险仍是脱钩断链，本质上都是去中国化，最终是去机遇、去合作，从而反噬自身。
美国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1号在英国迪奇雷基金会发表演讲，主题为“世界变革与情报的作用”，当中19次提及中国。伯恩斯宣称，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构成了严峻的考验，但是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也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方面越来越有实力这么做的国家。伯恩斯称赞了中国过去50年的变革，称中国人民值得被称颂，声称这也是美英两国支持的转变。伯恩斯还就对华关系作出表态称，考虑到美中经济相互依赖，对美国来说与中国脱钩是愚蠢的。The answer to that is not to decouple from an economy like China's, which would be foolish, but to sensibly de-risk and diversify by secur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protecting our technological edge,and investing in industrial capacity. 伯恩斯在演讲中还称，美国与盟友未来要应对好3个挑战。第一个就是美国中情局惯常炒作的所谓的中俄两国带来的挑战。另外2个挑战是全球性问题，比如气候危机、流行病等，以及技术革命带来的风险。伯恩斯在出任中情局长前曾是一名职业外交官，并在奥巴马时期担任美国副国务卿。据路透社此前报道，伯恩斯曾在5月秘密访华。报道称，中情局局长有执行秘密外交的传统。因为中情局是美国情报网的头嘛，美国有16个情报机构，然后它有一个国家情报委员会，那个主席就是伯恩斯，就是中情局局长，所以他属于就是战略决策界的关键人物。那么美国现在就是他把中国定义为就是唯一的战略对手嘛，所以他当然作为战略界的重要人物，他要发声。一段时间以来，部分美国政客在国际上大肆鼓吹脱钩，以所谓战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自今年4月以来，与中国脱钩的措辞逐渐从拜登政府高官口中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去风险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访华时称，试图遏制中国并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的指控，与我们实际在做的事情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区别，在供应链领域是具有风险性，也是多元性的。中方此前多次表示，去风险仍是脱钩锻炼，本质上是去中国化，最终是去机遇、去合作、去稳定、去发展。不仅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还会反噬自身。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文章称，在地缘政治类别中，不到2个月时间，去风险一词从无人听闻到无所不在。西方领导人如此迅速地接受去风险的一个原因是，这令他们摆脱了措辞上的困境。以前关于西方经济与中国脱钩的说法，往往被批不可能和极端。去风险听起来更加谨慎和有针对性。德国《明镜周刊》称，去风险化的确是一个漂亮的口号，而去风险化首先要在来自中国的风险是什么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美国人呢，原来是想跟我们脱钩的，但是后来呢，他发现呢，第一个从市场角度来讲，他脱不了钩。就比如说美国的那个基础药啊，它的原料都是中国来的。他要是真脱钩，他没药吃了。另外呢，就是美国有一些盟友啊，不愿意脱钩，是吧？因为利益关联很大，所以他们最近换了一个说法，叫去风险，从脱钩变成去风险。但我认为本质是一样的，就是要这个精确的脱钩，就是我完全不依赖你。或者依赖比较少，我就要脱钩。但依赖大的，我先不脱钩。美方推动的对华脱钩及去风险，一项重要抓手就是限制中国先进半导体的发展。近年来，美国不断对荷兰政府施压，要求荷兰停止对华供应尖端光刻机。纽约时报今年1月报道称，荷兰官员与美日两国安全官员在华盛顿达成协议，同意禁止对华出口尖端光刻机。由于协议的敏感性，各方长时间都没有公开宣布具体内容，并拒绝置评。不过，在6月30号，荷兰政府正式宣布了针对先进半导体设备出口的新规。根据规定，荷兰政府将要求相关企业在出口先进产品之前需获得许可证，否则不得出口。规定于9月1号生效。虽然荷兰政府并未点名，但舆论的焦点立即锁定荷兰光刻机生产企业阿斯麦。由于阿斯麦公司在先进光刻机领域的垄断地位，荷兰政府此举势必影响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布局与稳定性，并对中国半导体企业的发展构成影响。美国一直在压那个荷兰政府，由他再去压那个阿斯麦尔。那么现在看来呢，荷兰政府没有顶住美国的压力，是吧？所以就推出了最新的制裁法案。那么这个当然对中国的
下一步就芯片自主是制造了新的障碍嘛？因为原来我们目标本来就很难，叫去美化是很难的，因为美国在芯片行业是比较领先的。现在他把这个别的路给你封了。那难度肯定是增加了。英国金融时报还说，美国、日本和荷兰希望形成统一战线，以剥夺中国生产最先进芯片的能力。此举是在美国施加巨大压力之后采取的。报道称，阿斯麦的4个浸润式光刻系统中的3个将受到新规则的限制，使中国芯片制造商无法以商业规模制造小于28纳米的芯片，连不是最先进的设备都开始限制了。这说明对中国的打压正在升级。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公司从阿斯麦订购的几十台机器，原计划在未来几年交付，现在已经不太可能交付。自2019年以来，阿斯麦最现代化的机器已被禁止进入中国。2022年，中国约占阿斯麦销售额的15%。路透社报道称，美国预计也要在7月底公布新条例，要求美企向6家华企出口芯片制造设备时必须申请许可证，包括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运营的一家晶圆厂。美国去年10月出台措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美企对华出口芯片制造设备，也禁止美国公民为中国芯片厂商工作。在推出限制措施后，美国也游说其他芯片设施生产国采取类似限制。韩国东亚日报报道称，在国际巨头们争夺即将到来的2纳米芯片制高点时，美国却联合盟友想剥夺中国制造几10纳米芯片的能力。中国芯片产业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7月1日正式实施的我们的首部综合性的技术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那么为我们开展对外的这个法律工作，那么提供了新的支撑。我们是可以期待的会有一些新的举措来维护我们国家企业的合法权益。那么我想，对于荷兰也好，日本也好，那么它步美国的后尘，采取这样的半导体芯片相关的出口管制措施，那么它隐含了歧视性。那么中国也有权到 WTO 去起诉。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打铁自身硬，那么做好相关产业的自我的发展和创新的能力。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国中情局局长在英国说，美国和中国脱钩是愚蠢的，您是如何来看待他这一观点？为什么安全高官要跨界谈经济议题？中美经济关系还有改善的可能吗？美琪你好，美国官员说的和做的很大程度上呢是不一样的，说的呢听起来很讲理，做的就往往是搞破坏。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说的是一个常识，谁都知道呀，美国和中国的经济高度依赖，与中国脱钩呢是愚蠢的。但是你看美国的所作所为啊，就是要和中国脱钩断链。我们刚刚说到的对中国芯片及技术出口扩大设限，是不是就是伯恩斯说的愚蠢？而美国呢，就是在愚蠢的干事，干着愚蠢的事儿。他说呀，美国与中国脱钩很愚蠢，这是呢其中的一句好话。要是全面分析他在英国的演讲，就会发现他其实呢是支持美国与中国脱钩的。他说呀，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重塑国际秩序，又在不断增强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国家，一个稳定、繁荣、和平的中国有利于世界。但是呢，马上话锋一转，说呀，问题不在于中国崛起，而在于伴随崛起出现的行动，比如说中俄关系和台海问题，给我们带来安全和繁荣的风险。看看呢，还是中国威胁论这种陈词滥调，还是在玩把脱钩断链化妆成去风险的游戏，还是认为啊，去风险就是去中国化。所以呢，不要被美国政客的一两句话呢给忽悠了。中美经济关系呢还在恶化，至少呢我还是没有看到改善的迹象。荷兰在美方压力下宣布对芯片生产设备实施出口管制，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呢？为什么现在美国一些芯片企业首先喊苦叫痛？美国施压荷兰政府进一步的阻止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阿斯麦向中国特定厂商提供高端芯片制造设备，从而呢加码限制这个中国的芯片制造和研发能力，试图呀延缓与高端芯片密切关联的先进制造业。以前呢，美国和荷兰限制的是最先进的光刻机，现在呢，则把次先进的光刻机也列入限制的范围。换句话说，美国和荷兰呢，就是滥用出口管制来扼杀
中国发展先进半导体芯片的可能。去年实现的呢是制造10纳米以及以下制程的光刻机，现在呢设法把中国的芯片产业发展呢止步于14纳米制程。与荷兰加大光刻机出口限制的同时呢，日本也和美国联手，从7月23号起对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进行出口限制。中国去年12月呢，已经向世贸组织提起了诉讼，控告美方不断的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阻碍芯片等产品的正常国际贸易，威胁到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但同时呢，美国政府的安全泛化做法和美国企业的市场理念呢，也产生了冲突。特别呢是现在美国政府收紧对中国市场特供芯片的范围，直接伤害到了美国企业的利益。英伟达总裁5月份就说过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芯片战争会伤及美国科技行业。中国呢是科技产业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如果没办法买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呢就会自己做出来。前2天呢，英伟达的财务长又发出警报，说这个美国加大对华芯片及设备技术出口限制，将导致这个美国工业失去在中国市场竞争和领先的机会。他甚至警告这种市场机会的丧失将是永久性的。我们可以看出美和日韩加大对中国半导体和技术出口的措施，会加大政府和企业间的矛盾。政府强调的安全，企业呢看重的是市场之间将有一场越来越激烈的交锋。所伤害的呢，它不仅是中美、中俄等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将伤害到美和日韩的半导体企业。长伯恩斯6月曾秘密访问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该国情报官员会面。乌方向他透露，计划在今年秋天前夺回被俄控制的领土，并在年底前与莫斯科展开停火谈判。另据俄新社报道称，泽连斯基1号排除了在恢复1991年边界前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6月30号，美国《华盛顿邮报》首次对伯恩斯此次访乌之行进行了披露。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此访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伯恩斯对乌克兰常规性访问的其中一次，旨在向乌方重申美国愿意继续分享情报，助乌自卫。报道称，乌方对伯恩斯透露，计划今年秋天之前收复大量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同时将火炮和导弹系统等武器装备移至靠近被俄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附近。随后，在今年年底前启动同俄方的谈判，以期实现停火。此外，在为秋季攻势做准备的同时，泽连斯基及其助手已着手考虑俄乌双方都能接受的停火条件。华盛顿邮报分析认为，乌克兰能否在如此紧迫的时间表上实现这些计划还有待观察。而当被问及伯恩斯对反攻前景的评估时，中情局方面拒绝评论。坦率讲乌克兰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要对俄罗斯发起春季攻势，就因为很多原因嘛，就推到这个6月4号才开始变成了夏季攻势了但是呢，这个攻势打到现在呢是不顺利，是吧？进展非常小，而且代价非常沉重虽然北约给他很多帮助给他一些比较先进的坦克防空武器这个侦察手段但是其实从纯军事角度来讲，他没有获得优势。你在现代战争你要获得优势，首先你得有信息压制、空中压制，你得有绝对的制空权。乌克兰根本就没有。所以全就是靠人力拼报道还提到，伯恩斯此次访乌是在瓦格纳事件发生之前，因此这一话题并不在双方讨论范围内。而伯恩斯本人1号则在英国迪奇利基金会发表演讲时表示，瓦格纳兵变未来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俄罗斯社会产生持续深远影响。他还强调，此次事件也为中情局的情报工作创造了难得的机会，我们不会让它白白浪费。但同时，与过去1周内美国政府各部门对此事采用的口径一致，伯恩斯表示，瓦格纳事件属于俄罗斯内政，美国不会参与。他强调，美国在该领域当务之急仍是给乌克兰提供一切必要支援，助其反攻。因为俄罗斯如果真因为这个事儿，这个产生了分裂内战什么的，他会把气撒到那个美国身上，所以他乐见这个事儿发生。但又要撇清关系，以免承担责任嘛。所以他表这个态很正常。但是另一个方面，就是瓦格纳事件，他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对俄乌冲突的态度他还是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然后让俄罗斯继续付代价所以我觉得伯恩斯的表态嘛，就是中规中矩的
符合那个拜登政府利益的一个表态。据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29号援引美欧官员的报道称，美国即将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并表示这可能会扭转俄乌战局。公开数据显示，陆军战术导弹射程约300公里，能够由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其射程足以让乌军打击前线后方的俄罗斯目标。而该导弹系统2个月前仍不在美对乌军事支持的范围内，但一名乌克兰国防官员透露，近几周美方态度有所转变。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第2天在华盛顿表示，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F-16或其他装备能否援乌都处于持续审议过程中，美国也不排除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尽管一些盟友对炸弹的性质感到担忧。此外，米利还表示，乌克兰对俄军展开的反攻进展比预计的更缓慢。 Look at war on paper and real war are different. What I had said was this is going to take 6, 8, 10 weeks.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It's going to be very long,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very bloody. And no one should have any illusions about any of that. 对于乌方反攻不如预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与到访的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乌方当然也可以推进得很快，但阵地上布满地雷，每推进1米1公里都要以士兵的生命为代价。而人是乌方最珍贵的财富，因此自己在指挥部署时会更加审慎。从每1米进步都是生命，就血，这也说明了什么呢？就是2个结论，一个就是乌克兰就是美国的代理人，就是美国棋子。然后乌克兰坦率讲，他的命运不在自己手上，是不是进攻，是不是谈判，他决定不了，是吧？这就是一个，成为失败国家，成为这个棋子国家的这种悲哀吧。泽连斯基还提到，美国2党如今针对援助乌克兰产生了分歧，有部分共和党人士表示或将减少援助。泽连斯基认为这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他对此感到很担忧。实际上，《华盛顿邮报》6月30号的报道也提到了乌克兰当前与美西方国家间的分歧和局域。一方面，美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强烈要求加入北约和欧盟态度冷淡，担忧北约东扩导致俄罗斯和西方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加剧，因而更倾向于对乌长期提供安全援助，而非吸纳其成为北约成员。我觉得美国人其实这个态度是挺不负责任的，是吧？他号称要帮助乌克兰，但是帮助是虚得很，实质帮助很少嘛。所以人家军事上没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你驱动人家去进攻，那有点自杀呀。但是其实乌克兰没有选择，是吧？乌克兰本质上就是棋子儿嘛，他没有选择啊，就是因为美国需要在乌克兰战场取得某种胜利，就对明年拜登政府竞选有好处。另一方面，美军方高层希望乌克兰加快对俄罗斯的反攻进程，乌克兰却抱怨对方未及时提供充足弹药和战斗机等先进武器。此外，针对近期外界关注的瓦格纳集团，泽连斯基表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军已在战场上消灭约21000名瓦格纳士兵。他强调，此次瓦格纳事件无疑有益于乌方推进反攻。